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来深入看看你准备的这些资料，谈谈系统性文献回顾。诶，这听起来好像有点学术，不过感觉现在资讯这么多，好像蛮需要的吼。对啊，尤其你想针对某个问题，要一个比较可靠、全面的答案的时候。对，而不是网络上随便看看，说法都不一样。没错，所以这个方法，你可以把它想成不是随意挑几篇文章读，而是用一套很严谨、很透明的，算是 SOP 啦，去搜集、评估还有整合所有相关的品质 OK 的证据。哦，所有相关的。对，理论上是这样，目标就是要回答一个很具体的问题。今天就是带大家快速了解一下这个方法的核心精神。了解，听起来就像侦探办案一样，要很有系统。那这个任务，第一步是什么？一切都从一个好问题开始，问题一定要够清楚、够明确，而且是可以被回答的。一个好问题。对，这个问题就像是整个研究的蓝图啦，它会决定你后面要找什么资料，怎么找。蓝图哦。是啊，比方说你想知道某个新的治疗方法有没有效，那你的问题就要很清楚，对象是谁，用的方法是什么，跟什么比较，还有最重要是看什么结果。哦，这个我知道，好像有个简称。对，就是常听到的 PICO 框架 （Population, Intervention, Control, Outcome）。Pico。没错，这个一开始没定义清楚，后面很容易就走歪掉。了解，所以精准提问是关键第一步。那问完问题，蓝图画好了，再来呢？怎么找资料？总不能只用 Google Scholar 吧？当然不行啊，下一步就是系统性的搜寻文献。系统性搜寻。对，这不是随便搜搜就好，需要很有策略的去规划，要在好几个重要的学术资料库里面找。像是 PubMed 那些吗？没错，PubMed、Medline、Cochrane Library 这些都是。而且搜寻策略要设计好，要够广，就是敏感度要高，尽量把相关的都捞进来。但也要够准，就是精确度，不要捞太多不相干的。听起来要平衡一下。对，有时候甚至要去找出那些没有正式出版的灰色文献。像是会议论文、研究报告之类的。灰色文献这个也要找哦。有时候会需要，但要小心，因为这些通常没有经过同侪审查，品质比较不一定。了解。最重要的是，整个搜寻过程，你用了什么关键词，在哪个资料库找到多少篇，都要记录得非常清楚。为什么要这么清楚？这样别人才可以重复你的步骤去验证啊。这就是透明度的要求。PRISMA 指引就是一个很好的报告标准，教你怎么把这些细节写清楚。哇，这个搜寻工程感觉就很庞大哎。那找到了这么多研究之后，不会每一篇都用吧？品质一定有好有坏啊。问到重点了，这就接到下一个关键步骤：筛选和品质评估。筛选跟品质评估。对，首先根据你一开始定好的纳入跟排除标准，先快速看一下标题和摘要，把明显不符合的就先删掉。第一轮海选。没错，然后剩下的就要去读全文，做更仔细的第二轮筛选。但更重要的是批判性评估。批判性评估听起来很严格。对，这就像侦探在检查证据的可信度啦。你要去看每一篇研究本身，它的设计、执行过程有没有什么问题？什么样的问题？就是可能会让它的结果不太可靠的瑕疵，这个叫做偏误风险。哦，偏误风险。是的，你要评估这个风险高不高，比如说随机分派有没有做好，测量结果的方法客不客观，有没有追踪到足够的受试者，这些都会影响结果的可信度。那如果发现一篇研究偏误风险很高，怎么办？直接丢掉吗？不一定，有时候是会排除掉，但更常见的是你会记录下来它的品质比较低，在后面整合结果的时候，给它的权重就会比较轻，或是特别注明它的限制。了解，所以不是有就好，还要看它的含金量。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像随机对照试验 RCT， 通常被认为是比较高品质的证据来源，但就算是 RCT， 也还是要仔细评估它的执行品质，看有没有偏误风险。原来如此。
好，那筛选完毕，也评估好品质了，手上有一堆通过考验的研究了。接下来呢？这么多结果要怎么看？这就进到统合 synthesis 的阶段了。统合？如果这些研究的数据类型、问的问题、研究对象等等都够相似，而且品质也还可以，研究者常常会用一种统计方法，叫做统合分析 meta-analysis。统合分析 meta-analysis， 这个常听到。对，它有点像是用统计学的方法，把很多份研究的数据合并起来算。合并起来是直接平均吗？不是简单的平均啦，比较像是加权平均。通常品质比较好、样本数比较大的研究，权重会比较高。目的是希望得到一个比单一研究更精确、更稳定的整体效果估计值。集合众人的力量，得到一个更可靠的答案。可以这么说，你会常看到一种叫做森林图 Forest plot。森林图？对，那张图会把每一篇研究的结果，还有最后统合起来的那个总结果都画出来，一目了然。听起来不错哎。但是这里有2个很重要的点要注意。请说。第一个是异质性 heterogeneity。异质性，就是说，你要去看这些研究之间的结果差异大不大。如果大家结果差很多，那硬把它们都在一起算平均，意义可能就不大了。有道理。这时候就要去探讨为什么结果会差这么多，是不是研究对象不同，还是介入方法有差异？要找出原因。对，第2个要注意的是发表偏误。发表偏误，这是指有可能那些研究结果比较不显著的，或是结果是负面的研究，比较不容易被发表出来。会这样哦？有可能啊，你想想看，期刊可能比较喜欢发表有重大发现的研究嘛。这也是。那如果我们只看到那些成功的研究，没看到失败的，那统合出来的结果可能就会高估了真实的效果，这要很小心。哇，这2个提醒很重要诶。所以统合分析也不是简单加总就好。绝对不是。它不是在投票看哪个结果比较多数，而是要做很细致的数据整合跟解读，同时也要评估整体证据的可靠性。了解了，所以整个流程从问问题、找资料、筛选、评估品质，到最后的统合，真的是环环相扣，而且每一步都要很透明、很严谨。没错，就是透过这一套系统化、透明化，而且带有批判性评估的流程，系统性文献回顾才能够提供比单一研究更可靠、更全面的证据总结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它在很多领域，像医疗啊、制定政策啊，会这么被重视。对，它其实体现了一种科学精神，就是知识是需要不断的累积、验证，而且要很诚实的面对所有证据，不管是支持或反对你的假设。了解了这个方法的严谨性之后，真的会让人回头去想，平常看到的很多资讯，可信度到底有多少？对啊，所以最后留给你一个思考点，下次当你看到某个资讯，可能是新闻报道、产品广告，甚至有些文章引用研究的时候，如果他没有说清楚是怎么找到、筛选、评估这些研究的，那你会怎么看待他的结论呢？尤其是在你要做重要决策的时候，这一点，或许特别值得想一想。确实，这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工具，去更审慎地评估资讯来源。今天非常谢谢你的解析。不会。